不知道在拍什么节目，出口不让出，非让我们绕回去，热的不行，巨远，还让我再绕回来。哎，我真的服了这些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鸟。今天是青甘环线的第13天，我将从阿克塞开往敦煌，中间会去阳关和玉门关两个地方。此次阳关之行可谓是，一言难尽。简单总结就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其实思考了很久，要不要跟大家讲这个事儿，因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已经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了。但是我个人心里确实是非常的窝屈。后来觉得还是应该讲出来，万一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就是该抗争抗争。省的某类人老觉得自己有特权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是这样的，其实前边都是很正常、很愉快的在游览，尽管当天有点晒、有点热，但是我还是很高兴的。直到走到了门口要出去了，到德克士的那个位置，突然有个小男生拦着我不让我出去，说他们临时封路。然后我说你是工作人员吗？景区的工作人员吗？他说不是，他们是电视台要拍节目。那后来我也知道这个电视台就是某水果频道。然后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提前说，这么远走到门口了才告诉我临时封路？因为是这样的，它的核心区域就是烽火台的那个位置，然后从烽火台往门口走，全部都是一些射箭或者是打靶的这种游戏类的场景。那其实这段距离并不短，在大日头底下其实是很难受的，但是也没有关系，如果你好好说，我还是能正常的走回去的。关键这个男生回了我一句，又不远，你走回去怎么了？我当时就生气了，所以跟他争执了几句，但由于我还要赶时间，也没有说太多，就扭头又顺着原路返回到入口的地方出来了。到车上的时候，我这一路越走越生气，越想越生气，所以我打了12345举报了他们。当时我的诉求是电视台来道歉，因为我已经知道是某水果频道了，所以我要让他们来道歉，因为这个事情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在那里拦路。其次，我也希望阳关景区能道个歉，因为这是他们双方之间的协调有问题，他们不能让外人到他们的景区里，在没有任何官方公示的情况下随便拦路。后来我就离开了，继续了下边的行程。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一个自称是拦我的工作人员然后给我发了一个信息，然后就说不好意思怎么怎么样，然后说会通过景区把门票退给我。那我之前是没有要求过退门票的，但是我对他道歉的方式很不满意，因为是发信息，你也不知道是谁，而且那个男生很明显他就是个实习生或者是刚毕业的，所以拿这样的一个来顶包我就很不爽，因为他没有任何决策权，他也是在执行他领导的命令，尽管他的话说的有些问题，但是随便封路这个决定是他的领导下的，不是他下的。所以我当下就没有回他信息，因为我本意也不是想退60块钱门票，而是想让他们公开道个歉。那后来又过了一天，阳关的工作人员给我打了电话，然后正是因为跟他的通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只能这样了，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因为如果再纠缠下去的话，还是会让更多的没有决策权的最底层的工作人员不断的来回来去的处理这个事情，而对于真正管理失职的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阳关的工作人员主动问了我那边有没有回电话给我道歉，我说没有，我说他们只发了一条信息，然后在信息里跟我说不好意思，然后说会退给我门票，然后也没有退给我。当时阳关的工作人员给我的反馈是，他们都不知道对方答应了退给我门票这个事儿，然后他们说他们再去协调，并且跟我解释了中间某水果频道只是要求了短暂的区域性封闭，没有要求清场，也没有说会影响到普通游客，然后不断的跟我道歉。其实我并没有想为难工作人员，
我当时生气的点是在于，他们的那些演员根本都没有计划，所以演员几点到几点封路。关键是水果频道并不觉得这样处理有问题，所以我就联想到前几年他们的一干主持人集体塌房，这个事情就一点都不稀奇了。因为上若好之，下必甚焉，这是系统性的溃烂，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长久的脱离人民群众和普通生活，就觉得自己享有什么样的特权都是理所应当。因为我不想为难一个普普通通的实习生，一个最底层的工作人员。因为如果对事件划分责任的话，他们所能承担的微乎其微，所以我才说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但是我确实很不爽，这个事情真的是让我开了眼。因为不要说之前遇到的一些剧组或者是摄制组，就是这22天中也遇到了很多拍电影的、拍电视剧的、拍各种各样东西的、拍广告的。他们家这种行为真的是蝎子粑粑独一份，真的是谁比谁尊贵呀。好了，不说了，翻篇儿，继续快乐的行程。玉门关放在下期，要把这不开心的和开心的分开。拜拜。